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那今年可以说是投影发展最迅速的一年，诞生出了非常多优秀的产品。我做视频也将近1年了，近乎已经把大家想看的对比以及今年的热门新品全部都做完了。今天就来做个盘点，看看我到目前自用以及推荐了哪些产品。在这个方面我应该已经保持得非常的敏感了。几乎没有做过多少推荐，推荐了就是恰饭，不推荐的就是黑人家。其实几乎每个品牌我们都有过合作，我也一直都是公开透明的。信息交换，给我首发，给我流量，其实都是一种恰饭。大家也都一直让我找品牌转达各种意见。除非是群里一些非常熟悉的老玩家问，我才会分享个人推荐的型号。内容还是尽我最大的能力，把每台投影会遇到的问题、缺点都透明讲清楚。广告最多也是对比完了，多宣传一下卖点，以及帮忙解释清楚被恶意放大的误导。这是我今年接触到的各品牌，也是市场的大致 KFC 情况，给大家汇报一下，有些做了，有些没做，大家也都知道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挂链接卖产品的确是目前我这个粉丝量 UP 收益最高的一种方式。这个收益有多高呢？以某一个产品举例，按各家平均最低的5个点佣金来收，1周的带货我可以拿到20万左右的收益，约等于我现在做很多年的视频。事实是在我选题做视频之前，就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团购。不是我去推产品，而是大家想要什么产品，我去帮忙组织团购。同时也是多项选择。比如说开 XW5000的同时，还一并开了 JVC 的团购，以及拉了其他品牌的代理，确保用户在公开透明、没有利益误导、言论自由的环境下选择。视频发出后有没有广告，也是完全透明，以示公正。近1年来的佣金全部用来请大家开 FC， 大部分购机都是我自己纯自费的，因为很多产品没有利益，人家也不好申请借给你。做 UP 确实没有办法做到绝对的没有利益。视频的方向还是应该以输出内容互帮互利，而不是为了加速成交。其实评价我已经做得非常的委婉，很多割韭菜的品牌产品根本就没有中喷。毕竟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，我虽然不卖产品，也不想影响别人的利益。作为一个爱好者，肯定还是不愿意看到劣币驱逐良币。当然这个视频发出后，这些昂贵的产品也都没有团购了。仅仅开了几周，后续也不打算再开。如果继续开下去，肯定比那些代理卖的要多。没有利益，我也好放开了推荐。首先是10万元档，我觉得这个档位没有什么争议，我选择推荐的是 JVC 的 N98。我的推荐理由是，这代 JVC 要从 N98 开始才会有硬件黑化，到了 N98 才可以极致的发挥 JVC 的优势。这是花了100%的钱，真就提升了100%的效果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不推荐 N80。如果你的房间做不到极致的环境，或者说可以直接使用我更建议的 2.35:1的幕布，那么还是 N77 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。当然也有一位朋友跟我反馈，上代 N6 就会有比 N77、N80 更好的黑位，因为没有实际对比过就不评价了。然后是4万元档，上期刚发了横评，产品也都有单独的评测。这个价位可以买到入门的原生 4K， 更多的卖点是可以买到 LCOS 的对比度。JVC 索尼别看一个是4万对比度，一个是1万对比度，在低 ADL 场景下 JVC 该亮的画面会更亮，在高 ADL 场景下索尼该亮的画面会更亮。包括产品亮度数据的高低也一样，要看不同片源的处理。如果你敏感度高的话，在自己优势的画面下差距也是很大的。这个就要看你怎么取舍了。有时候真的不能无脑的看数据，毕竟数据都有条件性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是我测的实测数据，我也总是强调仅供辅助参考。如果你追求更有逼格的体验，那么块头更大气电动镜头的 JVC 真的非常的推荐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名游戏爱好者，那我还是更推荐购买 XW5000。JVC 虽然支持 4K 120帧，但没有游戏模式，在开低延迟上限制会稍微有一点多。W4000我推荐的价格是在 1.5 左右。我的推荐理由是这款产品在这个价位真的很均衡，也就是没有白色画面闪亮的问题。它的定位在当前这个时间点确实没有其他的选择。除了这个产品外，接近1万元的3色激光产品也可以做到很均衡的画面，但是会有一点点散斑，或者说没有镜头位移、光学变焦这些功能。所以就看你愿意花多少钱为这些东西买单。这款产品现在也是真的缺货。然后是万元档，截止到目前群里热度以及买单最多的还是微大坚果的2款产品。当然我也给了很多其他品牌的选择，最终还是就是这2款。经常有人问我，不看什么什么东西的话，这2款2万元的新旗舰相比价格好几倍的 JVC 索尼能有多少的水平？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差距还是在对比度上。JVC 索尼在环境越极致的情况下，性价比才会越高。大部分人的环境下，如果不看 LCOS 的对比度绝活，万元的产品综合可以有80%的水准。
那有些方面可能还会比大部分更贵的产品更好，比如说亮度、色域等方面。那这2款产品说是万元最强，性价比最高，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。那 NES Ultra 的散版表现更好，Vita C1 Pro 的色散表现更好。那目前群里反馈最需要注意的主要是恒温和电流声的2个问题。那尽量选择正规的平台，有问题方便售后。那很多粉丝就说啊，你怎么不推荐 Vita？那我这次就多推荐一下 Vita，因为现在 Vita 的团购活动力度会更大一些。那我也经常说我群里的 Vita 用户会更多一些。那如果你通过需求还难分高下，那就哪个便宜选哪个。那 C1 Pro 没有无法解决的硬伤，在口碑上也不用花时间再去兑现，性价比各方面真的都非常好。那除了这个颜色，然后是6000元档，很多人纠结选6000元左右的次旗舰还是选9000元左右的旗舰。那2个价位差异主要是在亮度，当然 Vita 还有颜色的不同，能更方便的区分你买的是旗舰。我们把它们转换成不同尺寸的亮度，那应该就有答案了。毕竟每个人对亮度的喜好不同，这个标准也只是辅助给你参考。那最后是3000元档，虽然团购给了很多的选择，但这个价位我只用过这5款产品。那还是那句话，数据只是辅助给你参考，看似数据差异很小，实际优缺点问题还是非常多的，建议大家去看我那期完整的评测。那很多人就说阿佑啊，你怎么不推荐1000元的产品啊？3000元这个价位真的就是勉强刚达到100寸人眼舒适亮度的标准。那50尼特是什么概念？大概就是你手机开1/4左右的效果。虽说投影因为环境对亮度要求不会那么高，但这还只是 SDR 需要的标准。HDR 推荐的亮度是在96尼特以上。而且3000元这个价位，大部分产品也都够不到原生 1080P， 所以1000元的产品可想而知，我认为会更加的偏科一些。那当然还是要根据你的需求以及自身的情况选择。我也希望投影明年可以卷出1000元优秀的产品。那你认为今年最满意的产品是哪台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交流。没有最好的产品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所帮助，可以帮我点赞转发。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